賴清德總統今天本來要到斯瓦蒂尼了哈，這個慶祝他國王這個就職40周年，國家58歲的生日，那沒辦法去，所以呢致電打給人家國王道歉，說哎呀本來想去，但是沒辦法哈。那立法院很少見的朝野3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通過這個提案呢，對中共打壓提出強烈譴責而且無異議通過對中國的譴責案啊。那另外呢，陳水扁說大陸對我們呢就是三光說當時呢2006年訪問利比亞沒有迷航，叫做挖光、堵光、擠光這個挖光就把邦交國挖走了哈。那國民黨昨天在第一時間呢，文傳會的主委尹乃菁就發聲明說，國民黨對這件事情覺得很遺憾，而且希望中國大陸克制、減少打壓，給中華民國外交一定的空間那馬英九任內呢，曾經實施活路外交，所以當時外交休兵那另外呢，侯友宜也說台灣的外交很辛苦應該勇敢的走出世界。那林佩祥立法院的書記長是說呢，遺憾賴清德沒有辦法出國，但是呢，因為有人說是跟政協會，你看政協會完了怎麼變呢？他說跟政協會無關那另外呢，黃國昌民眾黨主席呢也譴責中共打壓，但是他也問外交部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怎麼就臨時才告訴我們？你事先都不知道嗎？那美國參議員 Cruz 說華盛頓應該究責摩里西斯為什麼呢？他說因為呢摩里西斯是犧牲美國的利益參與跟這個中國共產黨結盟主要因為摩里西斯之前把英國要趕走查戈斯群島，然後支持中國，所以呢美國參議員認為是影響到美國的利益，影響到英國就影響到美國。聯合報的評論是說呢，賴清德受挫只怪對岸嗎？那國安團隊該不該檢討呢？我們看一下。Congratulate Taiwan and Eswatini on our 55th year of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2023年，前總統蔡英文造訪非洲友邦史瓦蒂尼飛的這條航線，現在總統賴清德想要依循專機航權，勸到三國無預警收回，無法如期成行。三個國家是在中國的巨大壓力之下被迫改變它的主權決定的矛頭對準大陸，在出訪前一天突然受阻。過去在前總統陳水扁任內也曾有過類似經驗。時間推回2006年，陳水扁搭乘班機前往當時友邦哥斯達黎加期間過境美國，卻只被美方允許在非本土城市加油，且不准停留。致使陳水扁班機多次變更航道過境後，遭人戲稱為迷航之旅。但像是這次航權臨時遭拒，總統府說史無前例。翻開這個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呢，也應該呢看到全世界也絕無僅有。以來，中國都透過口惠而實不至的承諾，誘使非洲國家落入一個債務陷阱那以貌似優惠的貿易條件來換取政治服從但在出訪前的15個鐘頭突然取消。據悉，在此之前，府方已嘗試過各種外交管道。理念相近的國家有協助我們，那有沒有包含美國？基於外交的默契在這邊沒有辦法跟大家說得太詳細。那也請多位友盟國家來協助我們來進行交涉的安全，非常的安全，把它擺在最優先的這個地位。所以最後建議是取消，最後是建議暫緩這一次的行程。對此，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也表示，對於總統無法出訪深感遺憾。國民黨呼籲中國大陸克制、減少打壓，給予中華民國政府外交空間。此刻不分朝野。小心。第一個，我覺得我們要先表態很清楚的事情是呢，我們支持中華民國的總統能夠到我們的友邦史瓦蒂尼能夠來出訪，因為呢，我們在非洲這個唯一的這個友邦其實非常珍貴的。那如果未來還有調邦交國，這都是我們不想看到的。這個不分藍綠白，不分黨派所以站在這一點來說，我是希望賴清德總統他能夠出訪成功的。那昨天晚上突然發生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國民黨團大家都很驚訝。因為呢，會覺得就這個是我沒有想過的。因為你要講說中共的壓力，那我請教一下，先前的上一任總統是誰？是國民党的嗎？不是8年都是蔡英文蔡總統，他有沒有去出訪過史瓦蒂尼？他有。再來前一位總統是馬英九總統他也出訪過史瓦蒂尼。再更前面，我們講到陳水扁前總統好了，那他在這個整個外交上面的關係，在這幾位總統來說，照理來講他是引起最大爭議的嘛。可是他也出訪過史瓦蒂尼。那中共他對於台灣的這個各種的你要講打壓好了，那是最近賴清德當上總統才開始的嗎？
絕對不是嘛。所以為什麼過去大家都同樣處在一個，就是說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說，中國大陸的角度當然想要統一台灣，所以他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施壓。但是其他的無論藍綠的總統，他都能夠順利的出訪到我們的友邦，而賴清德他做不到。好，所以我覺得外交團隊跟國安團隊真的有需要檢討的地方。那這個不是講說，哎呀，我們說中共這樣很好，沒有。我剛剛前面講了，我認為我們的總統能夠去出訪我們的友邦，這才是正確的方向。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昨天宣布的時間點很晚，上午外交部還在敲鑼打鼓哦，他們還講說，哇，這個賴清德總統呢，只要一到這個史瓦蒂尼哈，就可以很快的看到非洲舞霸。好，獅子啊，什麼之類動物，還在講笑話。結果呢，5點臨時發通知，然後6點一個記者會就全部都沒有了。那你們事先的各種的情資，然後整個過程的判斷，是不是晚了不止一拍呢？好，所以這個會讓大家覺得，是不是賴清德總統現在身邊的外交或是這種國安的團隊，其實是能力相當有限的。才會發現才會出現這種過去民進黨的總統可以去，但現在的賴清德卻去不了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你要怪對岸有100種理由，那什麼都怪對岸，甚至連媒體發問媒體這個是為什麼？我要幫那個尹乃菁主委講一下，就是為什麼尹乃菁回答有關於說這個跟政習會沒有關係，不是他自己空口講出來的，是因為當天的記者會有一名記者詢問說，哎呀，那你們去不了是不是跟政習會有關？然後我其實大家回去看昨天潘孟安的記者會，超級莫名的哦，前兩個媒體在提問的時候就。媒體提問，那通常我回答媒體的問題，那我也不知道媒體要問什麼嘛，對不對？記者會，那我應該就直接對着人家講啊，這應該是正常的過程。可是昨天的記者會，大家可以回去看我說的是不是真的。前2個記者發問的時候，潘孟安回答他們是看着稿念的，就是說媒體問的問題，他有稿可以念哦。那請問一下，那這個還算是一種這個記者的採訪嗎？還是說其實大家都已經就是有一個默契在哦？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回去看那個鏡頭語言，非常非常的神秘。然後呢，就也在這個過程當中把政習會扯進來，所以國民黨才要講說你去不去，這跟政習會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政習會它的整體的目的是要推動讓兩岸之間的紛爭減少。所以某種程度來說，也是要降低你出訪的難度嘛。如果今天兩岸之間的這個緊張的氛圍能夠減少，那今天所謂的這個你認為的施壓，那它還需要存在嗎？它就可以減少，或它就不需要存在。你去出訪你的這個友邦，那你就去出訪嘛。最後我要講一下，為什麼這一次就是我最後分享為什麼過去蔡英文可以去得了，賴清德去不了，個人的見解哦。大家回去看。前幾天的《自由時報》特別登了一篇文章，講賴清德這次去史瓦蒂尼的主要目標是要去破除一中論述，這是他的主要目標。但是問題是我們以前的總統出訪就是，比如好，今天這個有辦活動，然後邀請我們去啊，我們就去參加，就是作為一個友邦，大家互相合作的一個這個活動去參加。那就算你有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的想法，你也不會公開的在你行前的時候就把它講出來，因為你講了之後，對於如果我是老共，大家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是老共，我看到原來你這一次你不只是去跟你的友邦做互動，你還是要來針對我們的。那當然，我的友邦我的跟我比較好的，那我就叫他去封殺你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真心想要出訪史瓦蒂尼，而不是變成說讓中共有很大的反應，然後讓非洲的其他3個國家，然後對你的這些有一些阻礙的話，那其實你何必在行前的時候告訴大家說，我這次去除了史瓦蒂尼之外，非洲其他相關的國家很多的元首都會來，我就要向他們一一突破一中論述，要搞我的台獨。你就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上面就把你的這個台獨的這個想法展露出來，因為這就踩到人家的紅線嘛。所以我也很不想要去責怪賴清德，因為賴清德作為我們國家的總統，如果能夠出訪順利的話，那是好事。可是有些時候，你除了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中共之外，真的你也要回來想一想，是不是你的國安，是不是你的外交团队，還有你自己本身，那也是造成整體問題的根源之一啊。我想要。我覺得這個事情，當然賴總統出國前一天取消這個事情會有一點傷害，就是我們國人的感情，這一定有。尤其是賴總統雖然跟我們不同黨但是他當總統以來預計3次出訪，
除了第一次有成功去帛琉，然後有去夏威夷轉機，有跟恐龍見到面之外，第二次說要去那個中南美嘛，然後去美國過境，因為沒有辦法去本土，所以也取消了。然後這一次要去非洲，好，也因為這樣的事情沒辦法去啊。我覺得當然是蠻遺憾的啦。哦，那我覺得老共是有一點小題大做啦，就是說，即便是賴總統之前在那邊講說什麼他去要怎麼破除一中，其實我認為這就是嘴巴講講啦，因為光是史瓦帝尼他都一中嘛，所謂一中就是他只跟中華民國建交就是一中啊。那你說你要去那個場合，在那個國王生日的慶典上面，去跟其他沒有跟我們建交的非洲國家去跟他破除一中，我觉得人家也不會理我們嘛。要破除一中最簡單就是叫那些國家跟兩邊都建交，但是也不可能啊。所以我認為賴總統只是要在做內宣，就是說他要透過這個去，然後刻意去扯什麼一中不一中內宣，但實際的影響不大。所以老共這樣做真的是我覺得小題大做，而且會有一點點就是傷害台灣的感情。但是就是看得出來他們現在就是硬的越硬，軟的越軟啊，這就是他們策略。以後我覺得這個事情會發生越來越多次。那既然我們的國安團隊跟外交團隊就知道了，這就是國際現實。那你面對這一次一次的這個突發狀況，你的因應之道是什麼？這一次確實處理得非常的，我覺得有點荒唐啦。因為理論上來講，他們應該是2-3天前就已經知道有這個狀況，2-3天前就知道，然後擬了3個方案嘛，其中有一個方案是說要不要改路線。其實改路線，如果美國願意幫忙的話是可以，因為你除了往西飛，你可以往東飛啊，你可以在美國那邊過境，但後來顯然也來不及，還是怎麼樣，也沒有成功。然後聽說還有一個方案是說什麼要飛過去之後找一個地方降落之後找那個史瓦帝尼的人來接我們，那個也是突發奇想，就講了2個都不可能的方案，第3個方案就硬飛，就是像那個阿扁那時候一樣，反正就硬飛嘛，硬飛就是比較糗。就是你飛過去，可能進多到人家防空識別區，然後會在人家的儀表板上面出現 on load， 然後人家可能會軍機上來看你在幹嘛這樣，但是應該還是可以過去啦，只是說就是會遇到的狀況。那賴總統可能一開始是真的很想去，所以才會拖到最後一刻才做到取消。你知道，連記者的行李都送到外交部去了。所以他這過程當中，其實2-3天前就已經知道這個狀況，可是為什麼還會連記者行李都過去，然後到前一天的6點鐘才宣布取消呢？所以這個過程確實可能，我覺得有可能我們的國安跟外交系統也沒有什麼聯繫，在國外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人可以幫助我們，才會面臨到這個狀況。所以真的要加強啊。不管我們做了什麼事情，中國都一定會不高興，所以今天這個事情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那至於這個潘孟安秘書長的記者會，我們大家都可以知道說，外交的事務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文字都要字斟酌，所以在回應的時候，你所謂用這個稿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因為你不能夠引起更多的紛爭。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非常多的外交手段，那基本上他們的外交預算大概是台灣的20倍以上。我們看到這幾年他的手段越來越綿密哦，以前在這個陳水扁的時代，基本上這個他們的外交預算跟我們是差不多的，而這幾年他們用了非常多的預算在收買人心。那當然在各個的國際的這個組織上面也花了非常多的力氣就在處理，所以台灣的外交的困境確實是越來越辛苦，也越來越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不同的總統的時代，我們會看到在賴總統時代是特別的辛苦。那也是因為中國現在有一個不太理性的這個領導者哦，他確實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都會抓得非常的緊，而且他會把這個台灣所有的外交空間去來做一個封鎖。好，基本上了哈，就是說這個北京當然，如果從台灣的角度，賴清德不管你支不支持他，都是中華民國的总統了。哦，那去非洲唯一的邦交國，受到這樣的打壓哈，那當然這不分朝野呢，其實都對北京這樣的做法認為過頭了，不必嘛，何必搞成這樣子呢？啊，那這是一個了啊，但是呢，就像剛剛講的，國安會跟外交部也要檢討一下。有人說他是留中不發，之前就知道了，只是故意壓到呢，臨時告訴你不行，但這樣有必要嗎？哦，那這樣不在做個秀嗎？做這個秀有意義呢？我寧願相信是臨時才知道的，但是如果說臨時知道，你又太無能了吧？你國安會秘書長、外交部長不要下台負責嗎？你讓總統受到這樣大的屈辱，讓中華民國受到這樣大的屈辱，事先毫無所繫，也不知變通，臨時才這樣決定啊！我認為這個是有虧職守了哈。那另外一點就是說，當然我們對北京這樣做法不滿，可是你要回頭再講，馬英九執政8年，他執政的時候有23個邦交國，那卸任的時候有22個。少掉一個利比亞，利比亞不是北京去挖去的哦，是利比亞甘比亞是甘比亞自己宣布說我不做了，我不要了，
跟中華民國斷交，3年以後甘比亞才跟北京建交。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從某個角度看，馬英九並沒有在他任內，他因為外交休兵嘛，所以從這邊就可以這個證明，兩岸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絕對不要忘了這一點。當你一直講外交政策的時候，你忽視了兩岸政策，那你外交政策就會失敗。兩岸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上位政策，只有當两岸能夠和平的时候呢，外交才休兵，就這麼簡單。馬英九已經證明給你看，而且那時候民進黨常常罵馬英九，我真不懂，說馬英九當時損害國家主權，馬英九損害了什麼國家主權？一個邦交國都沒丟，這是損害主權嗎？這主權最高的象徵就是邦交嘛。今天這原來的22或者23個邦交國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叫中華民國。哎，你很多人說，哎，這個邦交國小國啊，這有什麼重要？重不重要？如果全世界邦交國都跟你斷交了，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的時候，你就知道那個痛苦了。哦，這是另外一個。那剛剛大家也提到說，從李登輝、從陳水扁、從馬英九、到蔡英文也都去了，那為什麼現在不能去呢？就表示現在兩岸關係真的很不好啊，真的非常不好，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哦，那至於是不是政席會影響，也有記者問我了，我說當然不是嘛。從蔡英文到賴清德丟掉10個邦交國，那跟政席會有什麼關係啊？那是政席會之前啊，你邦交國就丟了啊。所以基本上哦，我真的認為說哈，兩岸關係還是很重要的哦。你不一定要跟他多好，但是至少有一個溝通管道嘛，對，你至少有一個任何事情可以溝通一下，至少不要有那麼大的敵意嘛。還有一點就是說，也要注意的，這也是有可能的，就中國也跟以前不同了。今天的中國跟以前也不一樣，它實力越來越強嘛，它經濟力越來越強嘛，對不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它的影響力可能也越來越大。所以如果這個變成一個慣例以後，那以後會這樣發生呢？你到其他國家去，同樣的要經過很多他的邦交國，那你哪裡都不能去了，寸步難行哦。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需要再回來。好，剛剛巧芯講的非洲5霸，非洲5霸是什麼哈？非洲獅、水牛、非洲豹、犀牛、非洲象。哦，我本來以為鱷魚有，鱷魚還不算，所以你知道這5霸很兇的哈。好吧，我們現在看這個總預算哈，115年的總預算要復委了哦，那有可能6月中旬完成3讀，因為新的預算馬上要來了，你知道啊？據說了啊，韓國瑜呢，這個很多要選縣市長的國民黨委員跟他反映，說你總預算不通過哦，他們在地方也遇到一些困難啊，因為你地方也會問啊，這個預算不來，那個預算不來，雖然按照我們的預算法，去年的2兆9可以照樣用的。而且國民黨又通過了，立法院通過700多億也可以用啊，但是民進黨就跟你講說，你總預算沒有通過啊，哦，所以呢，他們現在要在6月中旬完成3讀哈。那另外呢，當然卓榮泰也因為當時之所以不通過總預算，就是說軍警加薪啊什麼你都沒照顧嘛，所以呢，卓榮泰允諾半年內要把合理的軍警待遇的版本送到立法院。這我早就講了，卓榮泰怎麼會讓你藍白通過給軍，特別是藍軍通過給軍警加薪呢？要通過也是我通過，怎麼你通過呢？哦，所以呢，他現在說好吧，那你就編個預算來嘛。他說可以講，你看我幫軍警加薪啊等等。可以啊，可以啊，我們不介意啊。其實無所謂嘛，對，就是只要能加就好了哈。對啊。好，國防部他說要買1.25兆的特別預算的軍購了哈。那昨天在立法院呢有拿出來了7大類哦，編了5500億買防空飛彈等等等等，花最多錢啊。那另外呢，但是呢細節說明都塗黑。哎，那是機密會議。這樣講機密會議，那你還塗黑，你這叫機什麼密呢？對不對？當你會說可能有違，就拿出去是違法的，你不可以泄露。既然是機密，就不能泄露。那你現在塗黑，那表示什麼？表示其他就沒有機密，對不對？這是很奇怪哦。對立委，我覺得完全不尊重，不僅是對國民黨立委不尊重，對民進黨立委也不尊重啊。哦，那另外呢，這個美國印太司令哦，他叫做 Paparo 哦，他到國會去作證啊，他說呢，台灣的國防預算通過很重要。他說為什麼？他說台灣總不能關心自己的國防比美國關心還少吧？啊，這是他們的理由了哈。那另外呢，他說藍營高層私下保證會通過具有規模的方案。誰？藍營到底哪個高層？我不知道啊。哦，因為徐小新，絕對不是我，就數字上來講，高層是徐小新。對啊，絕對不是我。好吧，外委会的高层。费翔，外委会高层。黨團書記長說。
一定會支持美國來的發價書。好，所以現在有3個版本，民進黨依照2500億，民眾黨的4000億，國民黨的3800加 N。我告訴你，國民黨這個版本送到美國去，一定是美國人最不滿意的。為什麼？他只看數字嘛，你就是3800億嘛。那今天有消息說，國民黨可能會追加到4000億，跟民進黨一樣，表示我不是第3名，我至少是第2。基本上，我再強調一次，什麼叫 N？ 我們讀理工的知道 ，N 就是從0到無限大都可以。但是呢，他們學美國國會議員，大部分全部包括助理，幾乎全部都是學法律的。N 是什麼 ？N 是 No 嗎 ？N 是什麼？而且國民黨的那個版本我看了，根本沒有 N 这個東西啊，它就是3800億。而且說，如果你美國再提發價書，你可以再編第2次，再編國防預算來。美國會滿意嗎？美國不會滿意的。我這邊鄭重的講，你鄭麗文6月不是還要到美國去嗎？你這個預算到美國，你怎麼去美國啊？你怎麼去啊？你去一定要被人家白臉啊，找麻煩的，對不對？你何必呢？所以當時我提出來說，巧芯的8100億，然後呢，通過3500億，110億美國的發價書嘛，剩下的就凍結嘛。立法院不是常凍結嗎？所以換句話說，你看起來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你看起來是整個框了8100億，但是他弄動資只有3500億啊。所以這個已經包括了盧秀燕的看法，包括了朱立倫的看法，徐巧芯的看法，也把國民黨立場都包在裡面。這是一個最大公約數啊。那你現在不肯哦，你一定要編3800億，你看好了，到時候會怎樣？你在立法院就算強行通過，美國一定對你很不滿意哦，認為是你根本沒有決心。美國人不講別的，就講那個 bottom line。bottom line 什麼？就是最後的數字。我們看一下。帶着駐台外媒走訪台中廠，獵戶科技要展現無人載具的生產量能。So with the engine, propeller, with the explosives, you can build 500, 1,000. 展示的是以美軍在與伊朗衝突中大放異彩的自殺攻擊無人機 Lucas 為藍本所研發的台版無人機，命名為鐵三角。另外也給外媒看了多種無人機，國內廠商要強調台灣廠商有實力配合國軍的不對稱戰力政策。22號這一天更舉辦了一場無人載具展記者會，舉着各自的招牌，更帶上各類型水下無人載具模型。面對中國的打壓跟阻止，我們要能夠在地生產。機器手背焊接，我一天可以衝1台，我一天可以焊1台。那實際上我一年365天，不加班我就有250台到300台。我們現在的無人機已經達到超越35節這樣的一個速度。強調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能短時間內跟上訂單。國防部的1.25兆特別預算，預計針對各式無人載具和反制系統，編3350億元，要採購各型無人機21萬架，自殺式無人艇1320艘。在各家廠商，其實對於產品的研發來說，當然需要有蠻多的單。那當然也希望國內產業能夠配合軍方的需求，去執行所有的專案。那過程來講，必須去做更多的磨合。我們也期許我們的立委諸公來支持我們不管是我們的國防產業以及不對稱作戰。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服務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在處理軍購預算，而且是一個巨額的軍購預算跟條例的時候，我們必須在國家安全跟財政紀律上面取得很好的一個平衡。對美軍購朝野幾乎無異議，但國內廠商也盼着分到大餅，就看如何說服在野黨立委。於秀秘書長，我想剛一開始提到那個總預算，這個其實是我覺得行政院是為德不足了，因為我那天看到那個協商的那個結果，我真的都欲哭無淚。他的意思是說總預算開始審，那我半年之內我一定會如何，好，我會提合理的版本。我覺得巧芯剛剛太客氣了，對，就警校那一塊，我覺得老實講，這一塊其實是在暗示你年底如果沒有投我，你什麼都沒有了啦。對，為什麼是半年？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說又來了。我對面坐着台北市議員當過的，現在的思剛跟以前的巧芯，其實以前就這樣搞啊。我在社會局的時候發個那個弱勢的那個疫情的津貼，你就發，他偏偏要在本子上給你寫個行政院發。請問行政院發會多200塊嗎？沒有啊，大家罵成一團。柯文哲講說你乾脆寫蘇貞昌發就好了，為什麼都要搶這種？就奇怪，我們不是已經通過版本了嗎？舊版本可以通過，就趕快實行就好了啊。為什麼要老是用這樣的方式，然後去吃人家豆腐，然後顯得一副人啊你行啊你貴啊你我只有我能當神？
然後又跟你講半年，什麼叫半年？就是11月選舉嘛。你如果沒有投我，你就看着辦好了。我覺得這個心態其實是非常非常沒有必要，何必這樣幹呢？好吧，國防預算你們到底贊成多少？國防預算很清楚，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也在看美國國會，我們提的是4000億的版本。事實上很清楚，就是說，美國國會如果通過了第2批來，當然现在坊間的消息很多，譬如說川習會的時候，川普會不會再另外做什麼樣的考慮？對於台灣民眾黨，我相信對於中國國民黨來講也一樣，能夠保家衛國、真正有需要的，台灣民眾黨不會反對啊。但是我要在這裡再公開講一次，你那1.25兆裡面有多少是白條卡？你講我清楚嘛？為什麼有食品大廠可以開始做無人機、無人？所以把它刪掉，先拿掉4000億嘛。對，就是說有很多東西，台北市議員都在啊。我们在疫情的時候，思剛你記不記得多少文具店開始賣快篩、賣試劑，從韓國到貨，結果到完賣不出來，來拜托社會局說啊，你機構那麼多，你全部把它吃掉。現在我講的就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你是為了扶持精密產業，要跟 IDU 合作，這個我覺得可以商量。可是如果單純要是那種要綁樁腳的，請你明講，這種怎麼會我們怎麼會同意？我只有一句話，就是本來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事實上民進黨在很多地方上又在複製去年的這種講法。哦，就是你這前3了呢，就什麼社工也沒錢啊，長照也沒錢。但是經過這半年下來，原本的預算規模繼續用2億9，新興預算2兆9，然後新興預算呢700多億繼續用，所以很多的這種 T-Pass 都可以用。再來第二個，你為什麼卓榮泰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就是為了軍人的待遇，也希望你提出來，也不是說我們自己提多少你就會接多少，本來就沒那麼幼稚的想法。你早知要這樣做，為什麼不在2月的時候就提說我要提版本呢？的時候他怎麼不提版本？對啊，他完全有時間提版本，但是他不要啊。這另外一回事的，國防預算到底要怎樣？你們立法院其實我現在也還不是很清楚，因為並沒有進入到深水區的細節討論。那這不馬上要復委了嗎？沒有是韓國院長的協商是在禮拜4的下午。那但是我覺得這個協商呢，不一定會大家如果期待有很大的進度的話，覺得他不一定會。那可能還是回到大院的時候，那會比較清晰。至少我自己在國防外交委員會，我是還沒有跟黨團去討論它的細節的。但是這裡我也要跟大家就是說明一下，就是比如說像民進黨很多朋友說，哎呀，那禮拜1的時候，那這個顧立雄開了一個秘密會議，那你們怎麼不去呢？哈，然後就說，哎呀，去一個人，不是，我告訴大家，因為1月的時候已經開過一次秘密會議了，那我們去參加過了。那請問一下，這2次秘密會議能不一樣嗎？如果不一樣，就是你第一次騙我所以實際上我們都覺得你去開那個秘密會議不是現在的重點，現在的重點是我們在審查的過程當中能公開給民眾知道的，你要盡量公開。那這個部分才是核心嘛。所以說，如果你什麼事情就說，我跟葉元之我已經跟他講過啦，可是問你，你不能講，因為講了之後這個違反這個機密原則，那民眾還是不知道。所以坦白說，今天的問題已經在1月開那個秘密會議之前，是連立法委員都不知道。那從1月之後，我們強調的是什麼？你只告訴我，可是那對於全民，我現在審這個條例是要審全民的納稅錢，那怎麼會變成是說，因為我開過機密會議了，當初賴士葆委員他發言，他就說，因為你沒有來參加機密會議，所以你不知道。然後呢，也不再跟他講。然後呢，如果我參加過，那我問一個問題，他說，你參加過了，你還問明知故問，那不是嘛？那你參加也不行，不參加也不行，你這個秘密會就變成是一個政治攻防的陷阱。我覺得這是很糟糕的事，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大家要各退一步。好，國防部也要退，你堅守說我一定要1.25兆，這個完全不能打任何一折，完全不能做任何刪減，這個我覺得沒有辦法同意。過去陳水扁，過去蔡英文前總統他們的軍購也都在3方協商的這個狀態之下，很多金額上面有減編，有的回歸到一般預算編內，就是盡可能你不要讓你的特別預算的規模那麼龐大，因為特別預算是真的特別的事情。如果你整個1.25兆，哇，你現在強求說你只要少了1毛錢，沒有框進去，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我覺得這個觀點大家是不能接受。但是合理的國防預算，它必須要用特別預算來處理，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是在野黨，我覺得我們來說是可以同意的。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你把在台灣要買的那什麼將近4000億變成年度預算就好了。而且事實上你看過去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也好，其他黨議員也好，在立法院真的刪國防預算很少的啦，幾乎都沒有刪嘛。李文忠委員公開主張過，該編一般公務預算的就編公務預算，你不一定要放特別預算，否則你变成有一個空白支票哈。对啊，美國也就算，因為美國還有發價數，它有很嚴謹的，國會要通過發給你。那台灣你就連在台灣採購，你也有編在我再舉個例子，特別預算。之前不是說20萬無人機嗎？現在突然變30萬了，那請問一下，那1.25兆沒有變動啊？那為什麼錢還可以不一樣？無人機降價了，反正我就覺得說，真的哈，就是說8000億老美也會滿意的，因為反正4000也不跟他買嘛，你跟他買，一方面也是等於是付保護費了，一方面也是讓美國不覺得說，哦，你都不重視你這個國防。但是你真的付他錢，只有他發價數來財富而已嘛。你看起來通過一個整體的預算8000多億，但實際上他能動只有3000多億。我覺得我提的案已經很好了。我在立法議會這麼多年，我知道哪些案子出來大家可以接受，而且接受顧慮到各方的立場，又不是你本來的這個原則，不就是應該這樣？否則的話，你再開幾次協調會啊，如果都各自堅持也沒有的了。休息一下再回來。